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浪。神雕侠侣的结尾，郭襄走遍名山大川，只为寻找杨过，而杨过则是和小龙女不知所终，再也没有他们的任何消息。有人说他们是男耕女织，老死于山野之间，也有人说他们是遭遇变故，英年早逝，更有人说他们隐藏在幕后下一盘大棋。没错，最后一种是阿浪说的，但阿浪只是说杨过，那么小龙女呢？她身中剧毒，真的解了吗？如果她活着，君子淑女剑为何去了襄阳？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小龙女的结局。小龙女的一生是幸福的，也是坎坷的。她的前半生可以说是波澜不惊，但乐在其中。唯独在碰到杨过之后，天大的幸福向她袭来，苦难却也伴随而来。的确，小龙女生的冰清玉洁，犹如仙女下凡，和风神俊朗、英俊潇洒的杨过，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可二人却好似造化弄人一般，总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屡次分道扬镳。小龙女从小在古墓长大，性格单纯的她认为自己和过儿两厢情愿，可为何二人在英雄会相依相偎的时候会引起江湖群雄的震动？就连一向视如己出的郭靖，也要扬起手来妄图当场击毙杨过。更让小龙女羞愧难当的是，当她被欧阳锋点穴无法动弹之际，身为全真教道士的尹志平竟趁虚而入，最终做了一件人神共愤之事。被夺走一血的小龙女自知再也配不上杨过，于是自暴自弃，答应了绝情谷谷主公孙止的求婚。小龙女认为公孙止为人成熟稳重，虽有过一段婚姻，但却坐拥一个与世隔绝的深谷，是一个隐居山林的好去处。举办婚礼在即，杨过却阴差阳错之下闯入绝情谷。就当杨龙二人互相吐露心意回心转意之时，公孙止却兽性大发，将杨过丢入绝情花之中。此后的剧情仍然是一波多折，但知情专一的杨过历经16年的等待，最终在绝情谷谷底找到了小龙女，二人协助郭靖保卫襄阳城，在击退蒙古大军之后，退隐山林，成了一对羡煞旁人的神仙眷侣。那小龙女的结局真的是这么圆满吗？很多武侠迷们会知道，金庸当初在写《神雕侠侣》的时候是要将小龙女写死的，而16岁的郭襄才是和杨过步入婚姻殿堂之人。只不过小龙女这个清丽脱俗的角色实在太引人入胜，吸引了不少粉丝。一些狂热的读者为小龙女遭此命运愤愤不平，他们联名起来闹到了金庸的报社。鉴于此，思量再三的金庸被迫无奈，只好重新提笔改写了小龙女的结局。于是坠入悬崖的小龙女在吃了谷底的白鱼之后，解了体内剧毒，和两鬓斑白的杨过再续前缘。这样突兀的剧情让年少的我们觉得有些不合情理，就连著名导演王晶在一次采访的时候也笑着说，竟让金庸蒙混过关了。倪匡也曾经评论，金庸在写《神雕侠侣》的时候，喜剧收场绝对可以谅解，因为那时正是明报初创时期，《神雕侠侣》在明报上连载，若是小龙女忽然从此不见，杨过凄凄凉凉，郁郁独生，寂寞人世，只怕读者一怒之下再也不看明报。就当我们满意的合上《神雕侠侣》时，作为射雕三部曲最后一部的《倚天屠龙记》里却多次出现让人费解的片段。首先就是金庸在开篇明明写道，此时进入了倚天时代，终南山的丘处机驾鹤仙去，小龙女也嫁给了杨过为妻，二人同隐终南山古墓。可当郭襄闯入古墓的时候，她只发现了几名侍女，根本没有看到杨龙二人的身影。我们暂时可以解释为他们去游历了，所以正好不在。侍女也证明了古墓派重新招了人，杨过小龙女确实在这里生活过。但第二点却让人疑惑不解，灭绝师太临终前曾这么对周芷若说过，因此他聘的高手匠人将神雕大侠杨过留赠给郭祖师的一柄玄铁重剑融了，再加以西方金金铸成了一柄屠龙刀，君子淑女二剑铸成了倚天剑。要知道郭襄追寻杨过多年未果，为何却有杨过留赠的玄铁重剑？君子淑女二剑更是他们的定情信物。二人游走江湖却连武器都不带，就算自负武功高强，但兵器都不带，属实是有些让人不解。最后的疑问就在黄山女身上。身为倚天主角的张无忌虽然身负多门旷世神功，可优柔寡断的他依旧多次在打斗中陷入凶险万分之际。紧要关头，黄山女子挺身而出，她使出九阴白骨爪击败了周芷若。如果黄山女子是小龙女的后人，为何她不穿白衣却穿黄衣呢？其次，杨过小龙女都不会九阴白骨爪，黄山女的九阴白骨爪从何而来？更奇怪的是，杨龙二人都习惯了形单影只，为何黄山女出场的时候却只有8位侍女陪伴，而且是琴箫合奏的方式出场？以上诸多疑点中，以灭绝师太口中的刘赠最为可疑。
留赠顾名思义是杨过将玄铁重剑留下来转赠给郭襄，而郭襄又曾潜入过古墓，却没有发现杨过。这说明杨过在离开古墓的时候就将玄铁重剑留了下来，通过古墓侍女赠给了郭襄。杨过这个举动有什么暗示呢？其实金庸留在《神雕侠侣》的一段话就表明了他的言外之意。原来不管金庸修改了连载版还是修订版，读者们都会在原文中看到这么一句话：小龙女体内剧毒深入五脏六腑，就算有灵丹妙药也无力回天。而不知是不是为了迎合读者，金庸大笔一挥，拓展了神雕将近1/3的情节，以不合常理的描写让小龙女满血复活。我服食蜂蜜，再加上坛中的白鱼，觉得痛楚稍减。想不到这御风蜂蜜混以寒潭白鱼，正是驱毒的良剂。如是长期服用，体内毒发的次数也渐渐加长。初时每日发作1-2次，到后来数日1次，进而数月一发。最近5-6年来，居然1次也没再发，想是已经好了。这是小龙女的自我认知。但前文对她的伤势也进行过深入分析。小龙女体内剧毒深入五脏六腑，就算有灵丹妙药也无力回天。已经好了与无力回天存在极大的矛盾，此处可看作一出伏笔，对小龙女伤情的草率鉴定将影响到后文的解读。当时间推移到倚天时代，郭靖、黄蓉战死，郭襄出家，倚天剑、屠龙刀成了连接倚天和神雕的纽带。能证明杨过重出江湖的最直接线索来自于神秘的黄山女子。石火龙遇害，唯一的女儿求助于黄山女，她是如何知道古墓派的确切位置，又是如何联系到黄山女的？射雕中的丐帮帮主洪七公是郭靖、黄蓉的师傅，明霞岛上洪七公正是传位于黄蓉。神雕时代，卢有角短暂接棒，英雄大会上新继任的帮主耶律齐是郭靖、黄蓉的女婿。从传承上看，丐帮遇难更该求助于峨眉，毕竟峨眉派的创派祖师郭襄跟丐帮更为亲近。那石火龙为何要找第三方介入，替史红石讨回公道？宋桓打狗棒时，黄山女神情冷漠地解释说，我仙人和贵帮上代渊源甚深，黄山女的仙人是杨过无疑，肯替丐帮出手解围，也许是源于杨过的嘱托，这就证明了杨过并非丝毫不过问江湖中的大事。按照杨过的处事原则来看，既然答应了小龙女退出江湖，除非出现意外，否则他不会出尔反尔。唯一的可能就是小龙女跟杨过归隐后遭遇了不测，先一步离杨过而去。仔细阅读原著不难发现，小龙女的健康指数很低，修炼玉女心经时被针治病，赵之敬发现走火入魔后，身体状态便始终处于亚健康状态。大神官英雄大会上因赵之敬污蔑而吐血，绝情谷婚宴上与杨过重逢再次吐血，重阳宫大战时被金轮法王全真五子前后夹击，又出现吐血的症状。跟杨过在古墓疗伤时被郭芙误伤、内伤、中毒，一套组合拳下来，神仙也难治。小龙女身中这枚银针之时，恰当体内的毒质正要顺着内息流出，突然受到如此剧烈的一刺，五毒神掌上的毒质尽数倒流，侵入周身，诛出大穴。这么一来，纵有灵芝仙丹，也已无法解救。别说是小龙女，换做任何人，遭遇如此多的伤害，也不可能维持正常健康指标。杨过重出江湖的主因，就是因为小龙女的离世。从神雕到倚天，金庸埋下多处伏笔，证明小龙女确实因伤势过重而香消玉殒。只是这个结局过于沉重，他不忍明说。结合倚天剑、屠龙刀、黄山女3条线索，可以得到答案。杨过以行动支持，并参与到了黄蓉推行的倚天屠龙计划中。但这些却全是因为小龙女遗憾离世，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四处游历，只希望能弥补那16年的遗憾。好了，本期就到这里。以上有很多阿浪自己联想的地方，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在下方留言讨论。《神雕侠侣》作为《射雕3部曲》的第2部小说，除了在剧情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外，其实还为我们塑造了一对神仙眷侣杨过、小龙女。从整部小说来看，杨过与小龙女的爱情旅程是极为不易的，无论是一开始的彼此不理解，还是中期黄蓉等人的阻挠，亦或是后期小龙女的16年不告而别，均说明了这一点。那么小龙女为何要16年不告而别呢？杨过又为何16年都找不到小龙女呢？想必很多观众都想过这个问题。别急，今天阿浪就从多个角度一次性为大家分析清楚。故事背景是这样的：小龙女发现当时自己是被尹志平奸污，千里追杀尹志平，被全真教几大高手联手一击，打成重伤。杨过赶来出手救了小龙女，小龙女已经是奄奄一息，内伤太重无法医治。杨过给弥留之际的小龙女穿上新娘的凤冠霞帔，二人成亲。
后两人赶到绝情谷，几经争斗，终于得到绝情丹，但杨过却因小龙女伤重不治而弃丹不食。小龙女自知伤重不治，怕杨过伤心陪自己一起死，于是，在绝壁下留书，16年后相会，自己毅然跳进了万丈深渊。杨过醒来，发现小龙女不在，一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众人为了安慰杨过，说是小龙女被一个世外高人带走，16年后会回来跟他相见。杨过半信半疑，决定等待小龙女16年。在和小龙女分手16年后，杨过来到当时小龙女刻字的地方，守候了整整1天1夜。小龙女没有出现，杨过知道小龙女不会再出现，自己16年的守候不过是一场空。在一夜之间，鬓发尽白，杨过绝望，纵身跳入万丈深渊。在深渊水下，杨过发现了一条狭窄的通道，游过通道，他找到了在隐居16年的小龙女。原来小龙女也是头牙未死，无意中进入这个洞天福地，但是却没有办法再出去，于是一直在谷底隐居。二人16年后重逢，无限欣喜，真情流露。杨过大喜，道：“可见好心者必有好报。当年你若不是把玉凤赠给老顽童，他不能带到绝情谷来，你的病也治不好。”小龙女又道：“我身子大好后，很想念你，但深谷高于100丈，四周都是光溜溜的石壁，怎能上的？于是我用花树上的细刺，在玉凤翅上刺下我在绝情谷底6字，盼望玉凤飞上之后能为人发现。数年来，我先后刺了数千只玉凤，始终没回音待转。我1年灰心1年，看来这一生终是不能再见你一面了。”谷底的水潭有2个开口 A 和 B， 小龙女所在的山谷 B 是上不去的，必须要从 B 下潜之后到另一个出口 A 才能出去再上去。而他16年前跌入谷底口 A 的力量太大，入水太深，所以被暗流冲到了 B， 才到了定居的山谷。杨过为什么也能从 A 进入到 B？ 因为他当时也是一心寻死，抱着石头从 A 跳水也被冲到了 B。小龙女16年里为什么没想到抱着石头从 B 到 A？ 因为10几年才把毒完全排尽，还没开始想，杨过救下来了。小龙女不可能是自己不想上去，不然她就不会在玉凤的翅膀上刻字了。小龙女和杨过见面后，他们是依靠黄蓉一干人等在绝情谷上面系着的绳索，再接自己的轻功上去的。书中写小龙女有绳子，搓绳子不是问题，但是这个绳子搓出来了也是在谷底，没有附着点，还是难上去。为什么说很难上去呢？第一，原著中提到悬崖四周很光滑，那就很难有可以踩或者挂牢绳索的地方。第二，这个谷底显然很深，书里面有写，这4人虽是当今武林中顶尖的高手，但做这等粗笨功夫，也不过胜在力大而已，未必便强过寻常熟手工人。直忙到天黑，还只搓了100多丈绳索，看来仍是远远不足。又有写杨过道，他们虽然也潜入过水潭，但因500余丈高处跃下来的急冲之力，沉潭不深，是以见不到冰窖所在。倘若我也是原绳下来，那便找你不着了。100丈是333.3米。杨过的话里又粗粗描述说有100余丈深，那大概估计有500米深，毕竟不是神仙，总不能从500深的悬崖底飞上去。第三，有人提到飞爪，根据个人的印象和猜测，飞爪的爪子肯定需要类似铁等的有一定硬度的东西制造，这个难度就比较高了。小龙女给人的感觉也不像是会在这种科技类地方钻研的人，应该是造不出飞爪的。二，这时候就有人问了，小龙女轻功那么好，为什么不爬上来？在金庸的世界观里，轻功好不代表你会飞。原文有这样记载过：杨过走进峭壁，见石壁草木不生，光秃秃的，全无可容手足之处，不知当年那人如何攀援上去。瞧了半天，越看越神往，心想他亦是人，怎能爬到这般高处？想来必定另有妙法。倘若真的凭借武功硬爬上去，那只是匪夷所思了。三，那小龙女为什么不徒手破坏石壁，手动挖坑？古墓派的武功特色让小龙女无法手动挖坑。古墓派武学修习内功之法与一般武功大异，内功渐高，学者只身轻足剑，出手快捷，于常人发出一招的时刻中可连发3、4招，但招力却并不相应而增。盖轻捷与厚重相对，既求轻捷，即不能厚重，厚重若得，轻捷便需相应舍离。古墓派祖师林朝英当年创此武学，只旨在胜过其心中爱侣王重阳，但求于对手出乎不意之时，在其后颈或背心轻轻拍上一掌，或戳中一指，既不欲其真感痛楚，更不愿对方受伤，只需双方哈哈一笑，王重阳束手认输，便心愿已偿。是以身法越快越好，越轻越佳，招式中不需带有丝毫劲力。4，那么小龙女有没有机会爬上来？
有的只要他发挥主角光环，捡到公孙止的金刀，公孙止把捏不定，金刀直飞起来，在初升朝阳的照耀之下，金刀闪烁，掉入了崖下山谷。过了良久，才传来极轻微的一响，隐隐似有水声，似乎谷底是个水潭。按独孤求败的方法，神雕侠瞧了一阵，突见峭壁上每隔数尺便生着一丛青苔，数十丛笔直排列而上，有几处生的却是短草。他心念一动，纵身跃起，探手到最低一丛青苔中摸去，抓出一把黑泥，果然是个小小洞穴。料来是独孤求败或旁人当年以利器所挖凿，年深日久，洞中积泥，因此生了青苔。第一次爬了10来丈，以力气不佳，轻轻溜下，心想已有20多个踏足处寻准。第二次便容易得多，在石壁下运功调息，养足力气，展开古木派轻功，再窜上30几个踏足小穴，便窜上了平台，有爬上去的机会，但此方法又会因为中途气力不济而无法爬行的风险。而绝情谷位于关洛之间的山中，杨过、金轮法王等人误入绝情谷，杨过和小龙女身中情花剧毒，为救他2人性命，黄蓉、吴三通和一灯大师等人奔赴绝情谷，与绝情谷主开展一系列勾心斗角的战斗，由此也揭开了一连串的情节。绝情谷主人裘千尺乃铁掌水上漂裘千仞的妹妹，被公孙止废去手脚，困于鳄鱼潭洞中，后幸得杨过及其女公孙绿萼所救。经过众人的努力，本以为可以得到绝情丹解救杨过、小龙女2人，因无奈绝情丹只有1颗，只能救得1人性命，但2人夫妻情深，最后杨过决绝之下将绝情丹扔下断肠崖，小龙女心知自己性命不久，乘杨过熟睡之际跳下断肠崖，为让杨过坚定生存的信念，让情郎杨过吃下断肠草解其情花之毒，故在断肠崖石壁上刻下16个字：16年后在此相聚。夫妻情深莫失信约。16年后，杨过苦苦等待小龙女不来，绝望之际纵身跳下断肠崖，阴差阳错却使得他2人在绝情谷底相聚。5. 有没有稳妥点的办法？阿浪觉得是有的，每日固定时间在谷底以内力传音呼救，看看有没有人经过。此方法无风险，但成功率极低。不过杨过每年都会去绝情谷，还是有微小几率成功。6. 江湖一人江湖。据说金庸老爷子当年想把他写死，后来不知是因为读者们的强烈要求，还是自己的想法也变了，最后改了结局。当初小龙女之所以陷入这一场必死之局，还是因为在全真教所受的外伤外加上郭芙扔进来的一根金针。若说外伤还可以慢慢调养的话，那根金针可真是要了命了，让本来暂时压制的毒素迅速扩散。所以当初小龙女跳崖就抱了必死之心。而后来在绝情谷底得以生存16年之久，并且治好身上的剧毒，则是绝情谷底潭底的特殊环境，因为绝情谷底存在着万年玄冰，并且湖中还有白鱼，这2者都是疗伤圣药。若是换了一般人，只能坐拥玄冰却无福消受。可小龙女在她出古墓之前，便一向是在古墓派的镇派之宝寒玉床上修炼，此物便是由极北苦寒之地的千年寒玉制作而成。虽然万年玄冰的寒性远远胜过千年寒玉，但疗效也相对更好了。再加上自小在古墓长大，小龙女的定力和坚韧自然不比常人，既能耐得住16年独自一人的寂寞，也能在毒素解开，发现自己彻底失去了重新出去的可能性后，没有自暴自弃，依然坚持向外界发送求救信号，在蜜蜂的翅膀上刺字。因为天无绝人之路，老顽童在绝情谷旁住了下来，并且因为之前小龙女教过他驯蜂之法，开始研究起了蜜蜂。偶然的机会，老顽童的蜜蜂下了谷底，被小龙女看到并截了下来。小龙女以此为基础，培训出了成千上万只蜜蜂。她不但可以通过这些蜜蜂产出的蜂蜜充饥，还蜜蜂身上刺字，左翅膀上写我在绝，右翅膀上写情谷底。虽然老顽童察觉后没能及时想明白原委，但也为后来小龙女和杨过的重逢起到决定作用。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我是阿浪，专注武侠解读。如果各位大侠喜欢我的视频，还请留下你的足迹，让我们一起讨论交流武侠世界吧。